师这个实验做的不够专业。欢迎收看丁妈试点评，今天你又变美了吗？感觉点评第8代双萃精华还是前不久的事儿，没想到这么快第9代又出来了。看了看成分表，9代和8代的成分差不多，所以呢，我不打算点评整个配方。特别好学的小伙伴可以去搜我第8期的点评就好了。等一下，2019年是前不久的事儿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今天呢，我想重点点评第9代的主打功效 DNA 的甲基化调控。不得不说啊，如今的表观遗传学，特别是 DNA 甲基化研究，就跟当年的端粒学说一样，打开了长寿科学爱好者们的新大门。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， DNA 甲基化时钟比端粒的长短更能反映个体的生物学年龄和健康状态。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大量个体的 DNA 甲基化的模式，发现了一些特定的位点，其甲基化程度跟生物的实际年龄高度相关。然后通过检测这些特定位点的甲基化状态，科学家们就可以估算出个体的生物年龄了，而这种生物年龄比出生日期更能反映个体的健康状态和衰老的速度。更有趣的是，跟相对稳定的基因序列不一样的是， DNA 的甲基化是时刻在变化的，甲基化时钟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拖慢甚至逆转的。2023年发表在《衰老》杂志一篇文章中指出，6名平均年龄为56岁的女性，在接受了8周甲基化支持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计划之后呢，生物年龄平均减少了 4.6 岁。这些干预措施包括饮食、睡眠、锻炼、放松以及补充益生菌和植物营养素。这项研究虽然样本小，并且缺乏对照，但是足以让长寿科学爱好者们兴奋不已。在这个时候，焦韵诗居然找到了能改变 DNA 甲基化的活性成分芦竹提取物，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想不出圈都很难了。但是是时候泼冷水了，因为焦韵诗这个实验做的不够专业。首先，他们用诱变剂和紫外线去处理皮肤成纤细胞，然后发现细胞的整体 DNA 甲基化水平变高了，于是打出第一个概念，甲基化会导致皮肤衰老。然后他们发现添加了芦竹提取再处理细胞后呢，甲基化水平就不再升高了，于是得出第2个结论，芦竹提取可以阻击甲基化，逆转年龄开关。然而根据之前多项已发表的实验结果，光老化会让皮肤细胞的整体甲基化程度变低而不是变高，这跟焦韵诗的实验结果是完全相反的。即便有可能是因为细胞处理条件的原因让整体甲基化变高了， DNA 甲基化也不是衰老的元凶。事实上，衰老跟某些特定位点的高度甲基化相关，但是跟更多位点的去甲基化相关。在体细胞中，甲基化丢失，也就是整体变少，才是衰老细胞的典型特征。总之，甲基化是基因的开关，具体开了哪个基因，关了哪个基因，这才是重点。比如，当负责降解胶原蛋白的 MMP-1 基因的启动子被甲基化了，那么这个基因就被关闭，于是皮肤就能保留更多的胶原蛋白，因此这种甲基化对抗衰老就是有利的。所以啊，要知道芦竹提取的功效，是要研究它具体影响了哪些基因的开关，而不是笼统的去研究这个开关数量的变化。焦韵诗靠一个非常初级，然后还不一定对的细胞学实验结果，就宣传能够重启年龄的开关，实在是有点吹牛了。焦韵诗双萃本身是一款独具特色的抗衰产品，可惜呢，第9代如此的蹭表观遗传学的热度，就让它的信用分大打折扣了。关键是由于焦韵诗的科普和教育，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达人都在宣传甲基化的危害，作为普通消费者真的很难不被带跑偏。好啦，今天第8试点评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请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有需要小伙伴。就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。